好像如果有了这个评级报告，就好像可以先预知要去处理的一些问题。对，很多时候呢，我们也是有很多用户啊，他们在 apply 任何的 credit facility，be it bank loan or any housing loan 的时候，他们也会通过我们的 report 知道他们am I qualified， 我的健康水平到哪里，我要怎么样子去进步。如果是进步的话呢，我的进步 area 是要在哪里再去进步。所以通过这个 report， 你可以很全面性的知道，其实我有法律潜在的问题，可能那个法律问题不是很严重，或者是很严重，可以去 substantiate， 你可以用这份 report， 至少你也知道 bankers 在看什么啊。嗨，你好，我是丽珍。你现在所收听与收看的是由 BFN 财经所制作的理财好好学。今天我们要谈的课题是信用评级。在这个快速变化的财务世界里，信用评级到底是如何去评级的呢？而且我们所做的任何一个决定是否会影响到我们的信用评级？我们要如何一直保持着健康的信用评级？而且呢，如果你是做生意的话，你自然间你也希望你的收款人的那个信用评级是良好的，那么你就不会有这个收款的问题。所以今天呢，我们很荣幸呢，我们就邀请到了我们的马来西亚信贷资料局首席企业官李楚儿来和我们探讨一下这个信用评级的课题。首先呢，我就想要欢迎一下我们的 Joey 哈，对不对？大家好，你好，我是 Joey， 楚儿。这样楚儿是比较希望我叫你 Joey 还是你可以叫我 Joey， 没有问题。好，Joey 想了解一下，这个所谓的 CBM 啊，它其实是政府机构还是私企呢？其实 Credit Bureau Malaysia 呢，我们也俗称为马来西亚信贷资料局啊，它是一个半私人半政府的机构呢。我们是成于在 Credit Reporting Agency Act 还有国家银行的管制跟认证之下的一个企业。我们的 shareholders 呢有3位holdings， 3位 group， 然后其中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有 Credit Guarantee Corporation， 就是信贷担保局的这2个的 shareholders 作为我们的 shareholding。 然后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子做呢？也就是为了达到金融实践啊，为个人啊跟中小型企业达到那种信心的支持。所以大概是成立多久了呢？16年了。哇，16年了。所以大家可能市场上比较听到的就是这种，你要知道你的个人的评级的 rating 的话 ，Model CTOS。对，这样 CTOS 跟 CBM 其实两者之间有什么分别？这样子，然后 CBM 其实具备了什么特点？然后来吸引可能我们的就是广大群众开始来用你们呢？So CBM 和 CTOS 呢，对，我们是同一个ecosystem 的公司，可是我们也有不同之处，在于Credit Bureau Malaysia 是一个本土的公司，we are truly local， 所以我们了解深知本地市场的需求跟挑战，所以我们在这一方面呢，我们也可以得到很多的迎接。然后我们的 customer service 呢也是很professional 的，我们也是给予很专注的 services， so 一站性的，你可以在每一个 step 都去得到我们的支持。 and then of course 我觉得这个也是最大的一个特点啊，我们的 pricing 也是很亲民。为什么会做到这一点呢？也是因为 Credit Bureau Malaysia 的初衷，我们要给 access to financing to be very simple， so 就比较简单。对，简单， so 很多用户可以轻松的得到他们的自己的信用评级报告。然后还有最重要的也是我们有客制化的商品，因为我们知道啊，每个不同的企业有独特的需求，所以我们也是给予这样子的客制化的服务。了解。那你刚才有说到嘛，就是价钱方面，这样到底是
多便宜呢？因为如果我们现在只是去我们的所谓的 Bank Negara 去拿 Secret Report，只要我们注册基本上就是免费的吧。当然它有一些局限，因为它的局限就只是在那些金融的领域的报告，而你们的话就会延伸可能一些公司欠债，然后也会列在里面，或者甚至你去可能 IKEA 买东西或者是等等，然后你用所谓的分期付款性质没有还钱，它也会列入在你们的报告里面嘛。对，这样价钱方面会比那个 Bank Negara 来的多了多少呢？ OK，so Bank Negara 你拿到的报告只是 Secret 那一个部分的，所以是每个人去拿的话呢是 free of charge。可是我们呢，就像丽珍刚刚所 mention 的，我们是有加好像你的 credit score， 然后也有加好像普通其他企业跟你所报告的一个产品这样子的一个我们叫做企业信用评估吧，Trade Credit Reference， 所以你也可以在这一份report 知道这一方面的资讯，还有最重要的法律问题，你是有潜在的法律问题啊，或者你也可以用我们的 report 用于知道是否有潜在的那种fraud cases。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原来我们的户口其实被盗用了，我们不知道有这一块的东西，所以通过我们的 report 你其实可以知道啊。原来是这样子，所以就会更加全面性，对，更加全面的一站性的你就可以知道我的financial report， 我的 financial health 是怎么样子的，如何去improve 啊，如何去再增加啊。其实你这样子的话就让我联想到，其实我自己本身也是有一个经验，就是我过去我的就是名字跟我的那个身份证被盗用嘛，就被人家盗用 TM 注册，然后也因为这样子就变成我的贷款出现了一些问题，然后还要去报警啊等等这样子。对，好像如果有了这个评级报告，就好像可以先预知要去处理的一些问题。对，很多时候呢，我们也是有很多用户他们在 apply 任何的 credit facility，be it bank loan or any housing loan 的时候，他们也会通过我们的 report 知道他们我 am I qualified， 我其实是我的健康水平到哪里，我要怎么样子去进步。如果是进步的话呢，我的进步 area 是要在哪里再去进步。所以通过这个 report 你可以很全面性的知道其实我有法律潜在的问题，可能那个法律问题不是很严重，或者是很严重，可以去 substantiate， 你可以用这份 report， 至少你也知道 bankers 在看什么啊。对不对？了解。对，那你刚才有说到嘛，就是那份报告其实可以告诉我们，其实我们的信用评级到底是健康还是不健康？其实你们是怎么判断健康跟不健康的？它的分数大概是多少以上是属于就是healthy？我们有一个系统，我们叫做 credit score model， 所以我们是用很多不同的数据跟财经方面的知识就把它derive 这个 credit score model。所以有了这个 score model 呢，我们可以准确跟快速的知道每一个用户他们的 score 是维持在哪里，他们的credit worthiness 信用价值到哪里。所以为了这个信用价值，其实它也有分3块，第一个就是 credit score，我们叫做信用评分，然后第2块也是叫做probability of default 违规的规律，然后第3个也是叫做key influencing factor， 就是关键影响的指标。So with 这3个 factor 呢，credit score 1到100。你是多少分的，就等于说100分是最好啦，对不对？然后probability of default 可以跟你说的就是我在未来的12个月内我会不会就是 predict 你未来的12个有没有风险，我会不会偿还我可以给到你这样子的一个 information。然后还有 key influencer factor 呢我可以知道我为什么Credit Bureau Malaysia 会给我这个 score， 然后我要从何去improve 我的 score， 为什么我要在这方面给你这个打分原因是因为可能我的偿还pattern 不是很好，我有miss payment or unpayment， 所以这些需要去improve 的啦。
因为你说到就是刚才的话偿还哦，就过去因为我在银行上班嘛，很多时候顾客会说我每个月都有还呢，可是他不知道其实他的 credit card due date 可能是在20号，好，他在23号还，可以你就算了是已经是 miss 了那个 payment 这样子，所以导致到自己的 scoring 可能就不会是太漂亮的。对，所以这些我们也是觉得很多 consumer 很多用户他们其实不知道，因为银行会对着你偿还的那个日期 as 标准，就你迟一天他们也是会觉得you are late means 你的 pattern 不是那么的好，我们也会 take it as a consideration factor 在你的 credit score。那你刚才说到嘛，就是如果我拿到了报告，我已经知道我的评级，可是我又对报告有任何的疑问，然后你们就有那个客服嘛，对，那客服的话现在啦在马来西亚很多都是先开始 AI，然后 AI 了才去真正的客服，然后很多时候你也会跟这些客服越说越气，因为我说 A 他说 B 这样子，对，你们的那个客服方面的话会是怎样的呢？ OK， 暂时性呢我们还没有用到 AI 的这一个服务，我们还是human and human， 所以是比较 very personalized 的一个service。 So 因为我们觉得如果我们要 improve on financial literacy 这一块呢，对，我们还需要人对人之间这样子比较亲和嘛，来给一个这样子的协助跟 advice 帮助。对，那你们的那个客服的话是有时间的限制吗？还是其实是24 hours 才是？我们是星期一到星期五9点到5点的 usual office hours，but 我们有一个很 dedicated 的 team。just to look into 这样子的queries 啊，这样子的客服的问题，所以即使你在report 上需要任何的解答，我们会同一天，再不然就是隔一天回复你。回复还是直接用电话，还是直接我们电话也可以 ，email 也可以。了解。所以在于，就我们开始谈了那么多个人嘛，然后我们马来西亚你也知道，我们很多的微中小型企业这样子，然后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的政府要开始实行就是 e-invoicing， 也就是很多的中小型企业其实不太看重所谓的 credit scoring 或者是他们的财报，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你们是不是也能够帮助他们有一些保障？比方说他们的顾客，一些新顾客，他们对对方不了解，可能就可以去买一份报告，就可以知道讲对方其实是不是他的 payment 的那个历史是不是很完美的这样子呢？其实这一方面也是我们所推倡的一个模式了。我们有一个模式叫做ATR Access Track and Recruit。Access 呢，就是说在你还没有 engage 这个 customer 之前，我要知道这个 customer 其实他的就像你所说的，他的历史好不好，他的 background 是什么，然后他的 shareholding structure 是怎么样子， all this 其实是 plays as a important factor。 没有一个企业公司会是想要跟一个我不了解的potential customer 做生意。如果真的是有任何的存在的法律问题啊，你也不想要去跟他有这样子的合作来往啊。所以如果用我们的报告呢，他们就可以很及时快速的知道原来是 OK 还是不 OK 的，可不可以跟他们合作。然后用 track 的那个方面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追踪你 onboard 了这个 customer， 如果他是好或者是 high risk 的 customer， 你就可以 monitor 他们的 behavior。可能某某公司就像你所说 IKEA 公司放了一个 trade credit reference 在他们，因为他们没有还钱他们出现了 payment 的状态，那么我们就可以在这个trade credit reference 那边呢知道这个 information。然后最重要的就是收款因为很多企业现在面临也是收款的问题，他们可以把这一方面的 information 放去我们的平台，我们也会在我们的 report 那边show 给大家看actually 不只是 IKEA， 其他的公司也是面临同样的问题。那么当这个公司再去apply for any financing 的时候呢，他也会意识到原来我不只是
我的 credit information 会收，我的 trade credit reference 也是有很多这样子的资料。So 在这一方面呢 CBM 也是做出很 crucial 的一个 part 啦。我们也会长期的去 audit 我们的这些 customer给我们的 data， 确保他们是正确的，我们也不会随便收取任何 without supporting document 的资料，因为这些怎么说是 affect other people's livelihood 嘛，所以我们也会很谨慎，对，谨慎 careful。我才说要问这个问题，就是你们怎么去过滤你们的那一个资料？你就已经回答，因为也是一个common 的问题啊。对，所以成立了16年，对吧？对，16年，然后今年是算是一个革新崭新的一年，因为你们推出了一款的应用程序嘛。对，可以不可以介绍一下为什么要花这个那么多的这个所谓的费用，然后跟成本去打造这个应用程序呢？OK，so 我们通过数据了，我们也是意识到，其实马来西亚人他们的 financial literacy 不是很高。对，而且 bankruptcy rate 也是有年轻化跟生长延伸的 pattern。So with all this consideration 呢，我们也是觉得，其实很多人对 financial 这一块不是很了解，他们就觉得financial matter 是很复杂的一个问题。我们想要推出这个 CBM Plus， 可以让他们知道，其实我的 financial health 到哪里。我的指标在哪里？然后如果我要进步的话呢，我要怎么样子进步？然后通过这个 CBM Plus 呢，我们也是想要尝试把这个 financial 的课题变得比较有趣性一点。所以即使是刚出来做工的 user 啊，还是已经是在商业打滚了很多年的 user， 他们也可以很轻松清楚知道他们的credit health 在哪里。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马来西亚为什么我们的所谓的理财素养会那么低呢？因为过去都没有好好在这方面去做教育，而你们这样子推出的话，就开始让大家有多一个方面去了解。你不只是要了解你储蓄啊，然后把钱放在哪里啊，其实你的信用评级也是很重要，因为只有信用评级好的人呢，他在做任何的事情呢才会得心应手。就好像我们国家这样，如果我们国家信用评级好的话，自然间外资就会进来嘛，对不对？如果我们信用评级可能像我们的斯里兰卡这样子，基本上大家就不想跟他有任何来往。对呀，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突破点。而这款这样子的一个应用程序呢，它其实能够除了看，还会未来有什么增加的内容吗？比方说会不会他的建议理财建议是怎样子，或者会不会告诉那些所谓拿报告的人，你能够做些什么投资或者什么理财的方法这样子呢？所以这一块方面呢 CBM Plus 目前的 plan， 因为毕竟比方我们也是since 5月才 launch 的，对，我们现在的 planning 也是提升我们的 analytical跟technical skill set 那边，然后 after 这一方面的 enhancement 呢，我们也会 go into gamification。So 像丽珍所说的不排除以后会有这样子的概念可以给customer 做 investment 可以做 budgeting tools 所以也是有这样子的理念，我们也会去慢慢的去发掘怎么样子利用 CBM Plus 这个平台，让大家知道 access to financing 其实是很简单的，也是很轻松的一个东西。Joey 刚才就聊了那么多嘛，其实一份报告大概可以就是打鼾多久这样子呢？其实我们也没有说一个打鼾就是有效期啊。以 financial 的观点就是说，你的 data 每一天都在改变，对，就等于说 financial data 在改变，你的 credit score 也增加。也是持续的，也会改变，所以我们也是建议说，一个用户他们第一次买了 report， 至少每一年也需要做个1到2次的monitoring。因为什么会是这样子的建议呢？因为存在可能他这个 report 第一次的时候你 pull 可能没有存在的法律问题，可能你第二次 pull 的时候，为什么我的会有法律的问题？可能你是完全不晓得的。然后还有最重要的就是你可以 monitor 我的身份是否有被盗用过，有 any unauthorized credit application 是你自己不知道的，所以我们也会建议
1年每1到2次做这个审查。那我们就在 KL 或者是斯兰哦，大家可能都会居住在就是那个高楼公寓这样子嘛，然后每个月可能我们都要给一些就是 maintenance 的费用，这样的话他们的 management 其实有没有权利也是一样放在你们的那个机构里面呢？暂时呢我们是有这样子的 JMB body、JMC body 来contact 我们给这样子的资讯，我们也会通过regulator to make sure that 我们可以索取这样子的 information， 因为有一些 information 我们也是觉得是比较 sensitive 的，就好像说水费、电费那一些，我们也会吸取 regulator 的意见，我们才来放进去。因为有一些data 呢，虽然说是 relevant， 可是它会影响每个人的 livelihood。所以我们也会做一个很公平公正的审查，确保我们放进去的 information 是有利的，对 credit application purposes 有利。所以你开始说到数据嘛，就是很多你们需要很多大量的数据来去支撑你们那个信用评级报告。那你们的那个所谓的保护措施方面或者是网络安全方面，你们是怎么去控管的呢？ Okay, I think first thing is CBM 是一个 regulated entity 啦，所以我们是regulated under Credit Reporting Agency Act， 所以也在国家银行的看管之下的一个公司，所以我们不可以随便做东西。然后on the same level， 以数据保管的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也获得了ISO 27001-2022的一个标准认证，so to certify that 我们的 information security 是 fulfill international standard level 的， so 有了这个认证，还有加上being a regulated entity， 我们会take the necessary protocol to 做我们的 business， 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也会look into complying to我们叫 RMIT Risk Management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这个标准呢其实是给banks 金融机构他们来 fulfill 的。所以你们的合规是同等的？对，我们合规是同等的，我们也会去 match with 这个 RMIT 的 standard， so that in addition to 这样子类型的 controls， 我们也会有给一个 confidence给 customer 知道，原来我们的 information processing 是很 confidential， 然后很有规则的。我觉得这个信心很重要就这个让我想到就是我们在今年闹得热烘烘的帕都嘛，很多人都不想申请，那个是因为对那个所谓的信心指数没有在那边啦，所以我觉得这个信心真的是很重要，就好像为什么大家会把钱放在银行，因为对银行有信心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讲在这个网络安全方面的话，真的是要做得很好，不然的话就会流失很多人，所以真的需要做得很十足。我们也是对这一方面有很注重了解。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知道的是你们这个 CBM 其实是跟三威也是有一些合作嘛，然后三威集团其实一直以来都很早就开始所谓的 ESG 或者是 SDG，那你们要怎么去跟这个可持续性发展其实是结合在一起，然后目标是一致的方向呢？CBM 也全力支持这个 ESG 跟 SDG 的 goal 啦。怎么说呢？我们也 in practice 有这样子的 model， so 就第一点呢，就是我们的 credit score model 是保持中立的，对任何一个 user， 不管他们的年龄他们的 gender他们的 religion 或者他们性别宗教信仰，我们也是给他一个中立的一个 score。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的information， 我们的 report 也是可以给到improve financial literacy， so 有这个金融意识的呢，你就可以去知道我要怎么样子好好的理财，我要怎么样子去 improve 我的 profile。然后最重要的，我们也是有了这个 ESG score， so 对企业界他们想要去go into ESG 的 element 的时候呢，我们有这个 score 可以让他们知道其实我的指标是在哪里。因为 ESG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题目嘛。然后如果我们不知道 ESG 的 compliance level 是在多少的话呢，对于 bank 啊做任何的审查也是比较难的。所以我们也是有这个 ESG score， 所以其他人可以很准确的知道你的公司 ESG level 是在哪里。所以这个是已经纳入进去了吗？还是我们在推广这个在推广的这个好，所以很快应该也会把这个 ESG scoring 对，这个是跟我们的BUSA一样的嘛，对不对？就是用BUSA的 scoring 吗？还是不是BUSA的 scoring？是根据 Bank Negara 的definition。OK， 好，了解。所以最后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现在有的这款应用程序嘛，其实基本上是能够在哪里能够下载得到，然后它又怎么用呢？OK， 所以我们的CBM Plus 呢，其实在3大平台已经是推广了啦，就是华为、Google 和 Apple。 对，很简单的，你只需要 download 那个 app， 然后 register， 然后你就可以 access 你的 report 了。所以其实是一个我觉得啦，是一个 1, 2, 3 download， 你 register 你的 account， 然后你就可以购买你自己的 MyScore report。所以那个程序的名字是 CBM Plus， 对，对不对？ CBM Plus。好，我们今天真的是非常荣幸，感谢就是邀请到我们的 Joey 过来嘛。Joey 就是我们马来西亚信贷局首席企业官哦，他通过了这些刚才分享的东西，让我们知道信用评级是多么的重要。所以如果你今天就是开始了，你可以去下载哦，那你也可以去检测一下自己的信用评级，去了解自己的那个信用到底是属于健康还是不健康。如果是属于不健康的话，要怎么去调整？所以你就可以从今天开始哦。正在收看 YouTube 的观众，欢迎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第一时间收看到我们的财经最新影片。我们下期再见。